馆长说，如果罢免成功，你死定了，你会死了。战争，那台湾完蛋了，死定了，两岸一定打仗。等一下，不是中共是我们的好朋友吗？两岸一家亲。没有，是很难说。中共很难说馆长到底是哪一个？最近馆长在解释罢免，如果成功会怎样，如果不成功会怎样，你会傻眼。我们要一起看，还有要回答他的言论，而且今天会跟你解释李明哲跟我说关于馆长的某一件事情，我从来没有想过，但是非常有道理。还有我拍这片，我们还没有投票，所以我还不知道罢免有没有成功。但是无论结果如何，我讲的事情每一个台湾人应该要看。赖清德到现在为止是福国利民的，没有任何一个东西。馆长，真的吗？所以台湾是地狱，台湾警察可以让你消失，台湾政府不让人民可以抗议吗？不能批评政府吗？你知道哪里发生这些事情吗？在中国。我问你，馆长，赖清德上任到现在，你的生活有什么变化？或是唯一的变化是你的言论？还有你对台湾社会有什么贡献？骂脏话或是变色？如果台湾对你没有任何一个利益，为什么你还可以直播？为什么你可以使用你的言论自由？如果你在台湾快受不了，为什么你没有离开？而且如果你那么在意人民，为什么下一次你去中国旅行，不要求习近平对中国人民道歉？你知道大跃进、文化大革命或是疫情有多少中国人死了吗？没懂啊，全部都是斗争、抓人，然后拼了命的想要完全执政，然后执行大罢免长达1年，整天都在忙这些斗争的事情。我问你，民进党什么时候逮捕你？因为你每天都批评赖清德。用干的啦，赖清德干你娘老鸡巴，你就输啦，你听有无？如果台湾这么恐怖、这么可怕的台湾之下，你看起来很舒服，我跟你说，黄国昌或是侯友宜，哪一个是被逮捕？赖清德没那个胆子啊！好可怕的民主！你想了解什么是被抓吗？你问李明哲。你想要了解中共，你也可以问他。他被中共抓，坐牢5年，你有问他吗？没有，因为你不管真相。他们整天都是在斗争。那斗争的人只有民进党吗？因为这个很好笑。那蓝白没有斗争吗？而且你非常矛盾，你觉得台湾很独裁，那中国的独裁呢？你敢批评吗？你真的在意中国人怎么过呢？没有，为什么？李明哲跟我讲就是这一点。台湾现在一大堆问题，他都不处理，那你能叫我们这些老百姓怎么搞？然后都养这些侧翼，乱讲话，整天只想要搞戒严，为了大罢免什么话都敢乱讲。如果，你讲的如果都不是很真啊。我问你，你知道在中国6亿的人，就是他们人口的一半，一个月1000块人民币，就是台币4000块。4000块，你有办法付房租吗？你有办法吃饭吗？你有办法生活吗？那是真正的问题。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是1000元，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，可能租房都困难。中国人民有非常严重的问题，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抗议，他们没有办法抱怨，所以你每天哭是在羞辱他们。你担心老百姓是假的，我怎么知道？因为你不敢对北京政府有任何一个要求。请问你是哪国人？但是一样，如果台湾这么可怕，为什么你没有搬家？李明哲也解释为什么。我反向讲啦，如果大罢免被他推成功了，那台湾完蛋了，死定了，两岸一定打仗，他们继续贪污。这个好笑。馆长，你要做决定，要么你骗台湾人说中共不危险，两岸一家亲；要么你骗台湾人说中共很可怕，所以我们要投降，一定打仗。但是同时用这2招是不可能的，不符合逻辑，你懂吗？罢免是把在台湾政府帮中共的人赶走，跟战争无关。李拱拱啊，下次中共告诉你你应该要说什么，我建议他们跟你说的比较简单，避免你不了解然后乱讲。还有一件事我不太懂，如果有战争，台湾完蛋了，政府怎么可以继续贪污？如果台湾人民大家都居了，没有办法贪污，你懂吗？真的，你懂不懂？我这个人很简单，而且如果你反抗贪污，为什么你还支持柯文哲还有中共的贪污呢？
他有很多政策都没做嘛，因为现在立法院卡住啊。立法院很多政策没有办法做，没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蓝白的立委，像绿电啊，继续啊，绿电继续浪费钱啊，电费继续涨啊，继续拨补啊，各式各样的贪污都会出现。跟你说，如果你不敢说柯文哲的贪污或是中共的贪污，最好是你闭嘴。各位兄弟姐妹，各位同胞们，两岸的人民的底层就是我们这些老百姓，日日夜夜工作人，大家都是辛苦的人。现在我们都是兄弟姐妹，但是中国人民被压迫，你对他们的同情在哪里？你都不见了。而且让我跟你说，你不是老百姓，我才是老百姓。或是不要说我一个月的收入是台币4000块的人，那些人才是老百姓，你没有代表他们。尤其是有人送到再教育，有老百姓被逮捕，不是贪污的人逮捕，那些人你完全不管，你只有要赚钱的时候假装管。老百姓之间本来就不应该整天在那边互骂，制造仇恨。我们到底在争什么？我们老百姓到底在争什么？老百姓都是牛马。现在你是和平大使，对不对？这个是一个假议题，因为问题不是两岸的人民在吵架，而是对岸的政府想要杀台湾人，但是你在洗牌他们，我没有被骗。你赖清德还有你们这个团队，就天天在制造仇恨，非得让我们两边同样的血缘，为了你们的利益这样子仇视对方，谁是罪人？赖清德你就是个罪人。哦，是赖清德制造仇恨，哪习近平呢？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。或是你自己多和平，我们看看。用干的啦，赖清德哦，干你娘老鸡巴，你就输啦，你听有无？如果你真的很在意制造仇恨，为什么你去中国的时候没有把握机会跟中国政府说，可不可以把飞弹不要瞄准台湾？可不可以不用军演来骚扰我们？拜托啦！或是可以不要在国际社会一直压迫我们吗？这个才是真正的仇恨。制造仇恨不是中国人民，也不是赖清德，也不是台湾政府，而是中共跟帮助中共的人，就是你。你的是选择性道德，看钱钱哦。而且就我发现馆长一直用都是赖清德的错这一招吗？而且这件事刚好跟北京政府的说法是一模一样，太巧了。我还没有说李明哲说了什么。你知道我也是一个 podcast 的主播吗？叫解密404。那边我采访李明哲，他那天跟我解释关于馆长的言论，一种角度是没有想过，他觉得中共外宣做得非常好，就很会骗国外，包含台湾，但是因为他们是独裁国家，根本不管自己的人民，所以比较少会做内宣。他觉得像馆长或是钟明轩，即使没有在做外宣，而是对中国人民的内宣，他们需要有一个台湾人的口音，在台湾非常有名的人说中国很棒棒，民进党很坏坏，因为需要说服中国人。搞不好如果我们战争，他们这样比较会接受。我们才解放台湾，因为台湾被民进党绑架了，台湾人是想要被打了。台独分子好可怕呢。而且如果连馆长都说了，一定是真的，所以他觉得馆长的言论没有办法骗到台湾人，而是要骗到中国人。如果你想要更深入的了解这件事，你留言跟我说你想要我采访李明哲讨论馆长。而且如果你觉得我拍这样的影片，我讨论这些议题对台湾社会有贡献，你可以考虑当我频道会员。现在我们有一个讨论区的平台，所以可以跟我或是跟其他的会员讨论这些议题。无论如何，我要非常感谢你。台湾还有民主自由，我们要继续加油。我是黑厨师，再会。